我觉得像今天，其实到昨天啦，这波疫情的死亡率已经突破了3%。那今天的死亡人数再加上去，肯定这个数字呢，一定还是会越来越高。好，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它的社区感染的部分还是多点爆发。换句话说，我们都还是不知道敌人在哪里。那这当然是很恐慌啊。那虽然看到今天我的标下说全台快乐缺氧。快乐缺氧不快乐哦，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我要活命嘛，才会变成说打疫苗，但我们打不到。可是很多人已经插队去打了疫苗，所以有这个引爆了这个特权争议，蓝绿都有。那我还是要说的是，打疫苗真的没什么不对，是谁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的？没错，我觉得这症结在这个部分。可是，在今天这几天，昨天也是在立法院，我们看到了陈时中也好，或者是苏贞昌也好。关于疫苗的东西讲不清，尤其包括了在签约的部分哦。AZ 疫苗的约，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陈时中当时怎么样，在签约的时候连日期都没压，到货日期都没压。我不知道从这个国际上，就是在这种商业法上，这是合理的吗？第一个，还是我们就是签的模棱两可？那第二个，欧盟提告了，因为 AZ 不准时，那台湾这边好像也没有要告的意思。对，我觉得你讲了一个重点哦。那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要严格来讲的话，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因为我们我记得上次我们在别的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关于 EUA 的部分，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会给 EUA， 然后甚至我们上次也提到那个 PrEP， 就是美国呢它的这个法案通过的时候呢，它有所谓的这个司法豁免权等等的。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已经取得药证，基本上面来讲，其实 Moderna 或者是那个Pfizer， 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把他的第3期完整的第3期的资料呢，其实去年年底就已经通过。那我们知道 Moderna 在这个月还是上个月底的时候呢，他已经对于药证的部分已经提出正式的申请。那这个回答签会的问题呢，是在这里。如果说他是已经取得药证的话，你在国际上面来讲，因为你有合约的规定，那当然如果有任何人违约的情况之下，你可不可以按照合约的规定去诉求？当然可以，不会有所谓的说因为是疫苗的关系你就不能够求偿，不会有。但 EUA 的部分就不一样了哈，因为它是紧急使用授权，所以有些药厂它对于它的这个药的它的有效性、它的安全性呢，没有办法有10分把握的时候呢，但是因为你紧急的需求的情况之下，政府有时候他会给一个司法的豁免，有时候哈。那我上次在节目里面也有提到，在 EUA 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救济的方式呢，它是你每一季呢会拨一定的金额出来，这个金额是做什么？是当成一个基金，这个基金是打给那些，因为他没有做完第3期的完整的测试，他有进入第3期哦，不是没有做第3期，还是有进入第3期，可是因为他没有做完整个完整的程式，所以他还没拿到药证，他只有 EUA 的情况之下呢，那对于那些有 side effect 有副作用的这些的使用者呢，他会有一个补偿的这个措施出来。所以以台湾目前的情况来讲，并没有说在合约里面呢，你在签订的时候，你连你 deliver 的 schedule 你通通都不知道。他有一个情形，很有可能以他讲的情形，我会揣测，其实他原来可能没有下单。他可能没有下单，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药厂它会有它的产能。就像我们讲说，我们半导体业也是一样，你一定有产能。你的产能是怎么做呢？它是based on你的 forecast， 你的没有下单。可是陈时中、苏贞昌都说我们早就下单。如果是真的签约是一回事，通常我们讲说，在国际实务上面来讲，你签了一个大单，你签那个大单之后呢，你会有 PO， 然后你除了 PO 之外呢，就是订单哈。除了你订单之外，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你是分期的，所以它会有一个那个 order release， 就是你比如说你订单是1000，然后你的 order release 可能是100啊、150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产生，在国际上面来讲，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好。如果说因为你不熟悉这些的国际事务，你在看合约的时候，你也不懂它的这个意义的时候呢，你就大笔一挥你就签的话，那当然你是自己被绑住了，对方没有绑住啊。那现在我们因为我自己没有看到他的合约，所以我不敢讲说他的合约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真的签了一个合约，而且如果你是在很早的一个时间点呢，及早的时候你就已经去做部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的，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当疫苗还没有成熟，我听到的讯息啦哈，我听到讯息是台湾其实在很早期的时候就被接触
就被接触，就是说有没有兴趣买疫苗？你看，像我们另外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也是一样啊。以色列在一早的时候，他被接触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就直接就进场，直接就投入。但我们那时候还在观望，是不是？对，我们那时候带觉得自己很好啦哈。但是其实我一直每一次上节目的时候都讲说，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台湾的老百姓，我们的台湾老百姓真的很自爱，而且很配合。你看也没有喊封城，可是大家已经类似像封城自发性的，对，自发性的这个动作。所以你也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在讲民进党政府真的很可恶的一点呢，是没有所谓的超前部署，连部署都没有，甚至连因应呢都还没有及时因应，基本上来讲还是落后因应。你看在我记得我们在好久以前上节目的时候，我好早以前我就讲说，我说大家要注意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你一旦群聚发生了之后，你园区、你工厂里面只要有人确诊的话，那它不能够 operate 的话，那你整个对我们的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我们讲了多久？对，不理就是不理。对，然后我们好像也追不上病毒的脚步，那没关系嘛，那你疫苗要跟上嘛。可是疫苗没有跟上，像刚刚从这委员这边听到，我们也了解了，就是说，尤其接二连三爆出来的疫苗采购内幕，你才会发现说有多离谱哦。那我在这边我讲最近我一直在问说，之前立法院一直那时候也吵很久嘛，后来就说要开这个疫苗调阅采购小组的会，可到现在为止还是没开，是不是？对，因为上次大家观众朋友如果看那个国会频道的时候，会发现上次国民党只是很单纯的、很谦卑的要求要成立一个疫苗的调阅小组而已哦，就已经闹得天翻地覆，那我们讲说，这个什么东西不可以讲的？你如果觉得它是机密的话，没有关系啊。你看，像美国国会也是一样啊。你在调阅的时候，你就算机密的东西，你今天可以讲说，今天在前面质询的时候，我听到卫福部的，不管是次长也好，或者是部长也好，常常拿出来一个理由呢，就讲说这个他不能讲，为什么呢？因为合约里面有保密条款。拜托一下，只要有国际经验的人，通通都知道。其实也不需要国际经验呐，国内也是一样哈。只要有保密条款，它里面有一个例外规定，就是当你主管机关要求你揭露的时候，它是没有违约的问题哦。所有的合约里面对于保密的义务的一个例外的规定，就是当你主管机关你要调查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调查的时候你没有这个，你不能够用我有保密义务当成拒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说好，就算你讲说要保密，立法院委员要看的人，他一样可以受。像我们讲智慧财产权，常常里面就是保护令，就是秘密保护令，就是说你可以看，可是你要保密。在国民法官法里面，你也要求参与的国民法官他也要保密啊。对。那你在那个情况之下，怎么没说哦？不，这个是牵涉到各自，牵涉到个人，所以牵涉要保密，所以你们通通都不准参与，只有他可以参与，也没有啊。等一下，所以现在这个疫苗调阅采购小组的会议，它是民进党是怎么样？是不打算开了，是不是？因为在上次我知道他们开的时候呢，他提出来的资料其实都不是什么资料，他们在看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因为你真的要知道，你真的要看什么资料？第一个就像你刚刚前面提到的，合约在哪里？对。订单在哪里？对，订单在哪里？对，你里面的 term， 你里面的条款，你约定是怎么样跟人家约定的？那我一直在提的就是说，不管是 BNT 也好 ，Pfizer 啊，或者是 Moderna， 它都是一样，它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企业，它不会拿自己的声誉开玩笑的。也就是说，它承诺要交给你的货，它不会说它不交，不会，因为它里面的损害一定会牵动的这个损害赔偿，尤其我们知道疫苗呢，牵涉到这个国人的一个安全，牵涉到防疫，它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你没有及时到位的情形产生的损害，那个厂商的责任，它其实才是更大的。所以他不会说我跟你签了一个疫苗采购的情况之下，我约定了我应该要货到，但是我货不到，不会。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有一种例外 ，EUA 的例外的情况之下，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第3期的测试还没有全部出来，他不知道他的 side effect 可能会是怎么样情，但最起码他已经知道它的有效性跟安全性，在那个前提之下。政府机关像美国啦，我刚刚前面提到，像 PrEP 它有授权，政府机关在给 EUI 的情况之下呢，它是可以有特殊的这个司法豁免，但台湾没有哈，台湾没有，所以台湾的补救的措施呢是讲说，我用一个成立一个基金的方式，然后你补进来。但即便台湾没有通过类似的法令规定，我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说。即便台湾没有通过这样类似的一个法令规定，不表示说你可以说连第3期你连做都不做，
你就可以答应说让他取得 EUA， 这个是不对的。那各国呢，他在发这个 EUA 的时候呢，它的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其实国外的文件，其实在公开的资料上面都有。我真的拜托卫福部的人读一下。你可以采取国际上面的一个经验，不管是说你觉得它对还是错，但是它总是你一个参考的依据。那现在已经像很多的国家，欧美也好，它的疫情呢在前面的反应，然后后面的防疫，或者是施打疫苗之后，现在已经逐步都要开放了。这些国家它过去的经验，它的好坏，它的缺失，都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台湾参考依据。所以不要真的太刚愎自用，觉得你用你自己的想法闭门造车，国外的经验已经是血淋淋的一个例子给你，让你可以借鉴，你实在没有道理说全部都不管。可是他摊在国民面前的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疫苗的一笔迷糊账，那个账是账本的账，也是打仗的仗。它确实是嘛，约怎么签的说不清楚，数量多少也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到货一问三不知。那这种种哦，其实我不知道，像国民党也好，或是在野党立委，你疫苗采购调研小组的会又不开的情况之下，还能怎么施压？对，因为现在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临时会啦，它不是那个我们所有的那个正轨的委员会呢，还是会回到就是说正常的会期，比如说像9月份开始就正常会期。那这次的委员会为什么会开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就想要让这个钱2000多亿的这个部分的钱能够过关嘛哈。那基本上面来讲呢，我们其实也很挣扎。我们作为一个那个在野党，我们其实很挣扎。第一方面，我们要帮民众看紧这个民脂民膏这个荷包，但二方面呢，今天的疫情已经到一个这么严重的，对，又急又快，已经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那其实呢，如果我们要坚持说只看守荷包，然后不顾人民的这个生命的安全，这个平常讲我们也有困难，我们也做不到。所以在这个两权之下呢，取其轻呢，我们势必也就是说，对于民众，像很多的行业到现在为止，不是都已经休息啊，然后很多的无薪假都出来了，然后光是非常微薄的一个要求，说你每个人普发1万块钱的这个现金，你已经有所有的资料，人在哪里就直接发下去就好。像美国就是这个样子啊，美国他给你报税的，他直接到你的那个account里面去，或者他 send 给你一个 check， 所以你可以很快的，你都可以拿到这个你需要的钱。即便这么卑微的要求都被扭曲成好像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等等的一个情形，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应该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所有的事情要做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我们讲说，像今天为什么在立法院里面有这个质询，然后排到这么严重，其实就是各个部会，包括这个卫福部也好，然后包括经济部啊，然后这个教育部啊等等各个相关单位的这个主管呢，部长或者次长都会到。那他们脑筋想的呢，是想的是预算。对，我们脑筋想的，在党脑筋想的呢，是说预算的部分呢，你要用在刀口上，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说你怎么编，你怎么用，然后我们要拜托你，就是把资讯统一的公开，因为我们真的不要看到很多的东西呢是在拿老百姓的钱呢去花在不应该的绑桩啊等等的这些的上面。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这些的钱呢会变成当你资讯不公开，然后就会赞成，就像刚刚千惠提到的这个打疫苗的东西，有人插队啊等等啊。可是你说这是人之常情呢，因为关乎生存呢。如果我今天我有特权，谁不想用？对不对？说穿了就这样，那就是因为我们疫苗不够嘛，才会变成这样。那说到底，疫苗这个整个疫情到现在为止就是生存战。